16年前，牛津大学教授科尔曼曾做出预言，韩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消失的国家。这16年以来，韩国确实存在这样的迹象。难道这个预言真的会实现吗？2006年，科尔曼在一次讲课时说，如果韩国不积极调整人口结构，那么在未来的几十年，人口增长将会持续低迷，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情况，最后会出现空城现象。当时所有人都对科尔曼这一说法抱着怀疑的态度，韩国人更是不以为然。但近年来，科尔曼的预言越来越应验了。从2020年的人口数据来看，首尔市人口总数为966万人，创32年来最低值。2018年，韩国人口出生率为 0.98%， 新生人口人数只有 32.68 万，创自1970年来最低值，连标准出生率的一半都没有。这一数据公布后，韩国人意识到科尔曼的预言似乎真的在应验，不得不拉起警戒线。2019年的数据更是在去年的基础上一降再降，增长率仅为 0.2%。据数据显示，这一年韩国结婚数量为 23.9 万对。到了2020年，韩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。据统计，出生人口为 27.2 万人，出生率仅为 5.3%， 死亡人口为 30.5 万，死亡率为 5.9%。出现了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死亡率高于出生率的局面。2021年新生人口数量还在减少，仅有 26.06 万，打破世界出生率最低纪录，而死亡人口数量为35万。在这一年，韩国减少了9万人口。韩国统计局也做出预测，未来20年人口将持续锐减，从巅峰值的5183万降为5019万。未来40年，也就是在2060年时，总人口将缩减至3664万，100年后更是直接减少到1563万，仅有目前的 30% 左右。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据，真的有可能会像科尔曼预言的那样，韩国将直接从地球上消失。有专家做出一个十分大胆的预言，到2750年，韩国人将消失。是什么原因导致韩国人口增长率持续低迷，甚至出现负数的呢？最首要的原因就是年轻人生活压力大，不管是结婚还是生孩子，都是一笔巨大的费用支出。年轻人把精力和时间都花在赚钱上，结婚谈恋爱的欲望自然就会降低。年轻人都不愿意结婚了，哪来的新生人口？其次就是男女比例失调。据统计，韩国男女比例为 104.9， 也就是说每有1000个女孩就有1049个男孩。男女比例不对等，结婚也会随之降低。最后，韩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。据统计，韩国老年人接近900万，占总人口的1/6。专家预测，3年后，韩国65岁以上高龄人口比例将会达到1/5，进入超老龄社会。其实，韩国存在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。就目前而言，我国似乎也在步韩国的后尘。年轻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不愿意结婚生子，只想安心搞钱，甚至到了谁跟我提结婚就跟谁急的程度。2021年，我国新生人口为1062万，死亡人口为1014万，增长人口为48万，创60年来新低。可能有人觉得48万也挺多的，但这是在14亿人口的基础上。要知道，在2018年，我国人口净增长为530万，也就是说，2021年的人口净增长数不到2018年的1/10。所以，我国的生育率也不得不拉起警戒线。专家预计，我国2022年新生人口数可能还会在2021年的基础上下降5%，未来几十年可能会迎来负增长。